海参崴，这是中国人给这片土地起的名字。海参崴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北部，阿穆尔半岛的最南端，三面环海，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被沙俄强占，然后给这里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是征服东方。本次我们横穿亚欧大陆的旅程将以这里为起点，一路向西，直达世界的尽头。青春没有售价，火车横穿欧亚。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大兴机场。今晚我将要乘坐飞机前往我们火车横穿欧亚大陆的第一站海参崴。这个时间从北京过去俄罗斯的很少有中国人，大部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俄罗斯人。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家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好像很难会想到俄罗斯。大兴机场的纸杯为什么都是这种尖的？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准备出发。哇，这是第一次不在航站楼里面上飞机，就直接走这种楼梯上去。这和拜登一个待遇啊！飞行员在干嘛？是在百度怎么开飞机吗？听听乘务员的这个俄式英语，会有各种弹舌。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Ni hao.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My name is Rustam Balaev. And in the cockpit today, Fedorov Maria and Serikov Alexei. On behalf of our crew and Russia Airlines,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the Ekran Sukhoy Superjet. Our flight today from Dasin, Beijing to Vladivostok, and flight time will be 2 hours and 5 minutes. 俄罗斯的空姐虽然脸型看起来很立体、很消瘦，但是其实胳膊很粗，感觉很有力量，好像随时能扛枪上战场。Возьмите маску к носу и рту, закрепите, дышите. Secure the mask with your nose and mouth, breathe. Before helping others. Ваш ремен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застегнут и затянут, когда включено табло застегнуть ремнем. 飞机飞行3个小时，在空中看完一场朝霞之后，抵达海参崴。北京时间和海参崴时间有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是3点起飞，8点到达。我这一次来俄罗斯的旅行签证是在网上申请的个人电子签，有16天的停留期。想去海参崴、莫斯科、摩尔曼斯克和圣彼得堡4座城市，16天我感觉还是非常紧张的。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10几天根本不够玩，想玩的爽一点，还是申请贴纸签更合适。好多老外啊，在国内现在不是很容易能换到卢布。我查了一下中国银行的网点，只有像新疆或者黑龙江的部分边境城市才有换汇的网点。在国内的机场换呢，汇率又太坑，还有手续费，所以我这次是1分钱卢布也没有带，直接就飞过来了。不确定在机场用银联卡能不能成功取到卢布，取不到可就尴尬了。所以我在来的一路上还是有些忐忑的。俄罗斯现在由于受到西方的制裁，被踢出了全球的支付体系，所以像 Visa、万事达等等这些国际通用的银行卡在这里就都不能用了。然后像谷歌地图、Booking、Agoda 等等这些主流的国际通用软件也都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外国人来到这里还是有一些麻烦的，支付体系和各种软件都需要换成俄罗斯国产的，但是这些软件一般又只支持俄语，少部分会有英文版本，极少的会有中文版本，所以就很不方便。我感觉这些孤立的政策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的割裂，加剧他们之间互相的不理解和偏见。我不知道这种制裁还会持续多久，也许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也不会停止。时间久了，这种孤立会对每一个俄罗斯普通人的认知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先选一份，两张拿出来，好的，到这个就是。哦 ，OK， 哦，好，谢谢。哇，全是大额的。这台机器才可以，刚才试的这个是不行的，白色的这个可以。刚才找了一个同飞机的朋友帮忙，成功取到了卢布，汇率大概12.2，比在国内换汇要划算很多。打车去酒店，海参崴，我来了。
刚才打车用的是 Yandex Go APP。Yandex 是一家俄罗斯本土的老牌互联网公司，类似于中国的百度，最初是靠做搜索引擎起家的，所以现在它旗下有打车、地图、翻译、新闻、音乐、在线支付以及 AI 等等一系列的互联网产品。它的搜索引擎在国内也能用，并且搜索结果是没有做屏蔽的。海参崴的城市里有很多的这种上坡下坡，感觉是建在一些山地上面，有点类似于重庆，是一座山城。酒店要下午才能入住，所以把行李先放在了酒店。现在去办一张银行卡。我跟着导航到了 Sberbank 所在的位置，但是没找到银行在哪，于是我打算找人问一下。Hello.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is Sberbank? One second, please. Нам все равно в ту сторону. Он показывает в этом здании. 他们告诉我说，这栋大楼有2个门，让我去另外一个门找找。OK. Yeah. Okay. Thank you. Okay. 这边呢有一台 ATM， 但是这里不是网点，只是可以存取款。What? Oh, I need to get a bank card. Банкомат. No. Типа приложить? Нет. О чем говоришь? Кажется, я так поняла, офисе. Oh, yeah. Office. А, офис Сбербанка? Да. Yeah. Yes. One moment. Смотри, я ему сейчас объясню.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Поверь мне, объясню. Не. Нам в ту сторону пошли, я ему объясню там дальше. Пойдем, go. Go. Okay. Thank you. 其实这个时候我是比较懵的，我没有很听懂他们俩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可能是想带我去银行网点，但是我并没有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也太热情了吧。我跟着他们走了将近2公里的路程，终于到了最近的银行网点。路上每走一段距离，他们会告诉我还剩的路程和时间，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好像还从来没有被陌生人这样细心的关照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细致的帮助过别人，甚至我都没有主动向他们求助，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就给予了我这些帮助，哪怕这会占用他们很多的时间，要走很远的路。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和他们的不同，我们之间文化的不同。也许下一次当我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也会像他们这样去做。Bank office. OK. Bank office. This one. OK. This is the bank OK. office. Thank you. Thank you. Wait. I want to give you coffee. Okay. 2 cup coffee. Americano и USB, наверное, да? 150. OK. Thank you. Thank you. Right. 俄罗斯的银行更像是一个办事处，没有玻璃和柜台。Yeah. Bank card. Yes. Как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карта есть? 你知道现在对俄罗斯的限制到什么程度吗？由于被制裁，苹果商店下架了他们的银行 APP， 所以办卡的话，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流程，就是给每一个新办卡的用户用 USB 数据线在手机上1对1的安装他们没有上架的 APP。有了卡之后，接下来在俄罗斯的旅途会方便很多。点了个饺子，这是什么蘸料？尝一下，优雅。
哦，放上酸奶，饺子就酸奶，越吃越有。下午打车去鹰巢山，鹰巢山是海参崴的最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和海湾的全景。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会先去它的最高点俯瞰一下这座城市，对它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上山的这个路，司机的车上不去了，我们步行上去。Вот я тебе о чем и говорю. 哦 ，OK。 Вот здесь идите. Да. Все, давайте, ребята. 沿着这个走啊，这太滑了。Да не за что. Удачи. Thank you, thank you. Don't mention. OK。 Have a nice day. 我靠！这车可以，还是得市区啊。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本地人，他先是帮助我们指挥司机上山，然后又教我们怎么防滑，最后看我们车实在上不去了，还想帮我们招手其他的车载我们上去，人太好了。好美啊！清晨的海风吹醒了这座城市，熟睡的人陆续醒来，飘散的浓雾衬托不动的港口，海面上汽笛隆隆。情侣们坐在长椅上热情相拥，行人们步履匆匆，流浪的歌手在深情的歌唱，他在思念着远方的家乡。海参崴，这是中国人给这片土地起的名字。在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帝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约定海参崴属于清朝。但是后来，由于清朝国力衰弱，到了1858年，黑龙江将军义山在俄罗斯帝国的军事胁迫下，签订了《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地区为清俄共管。2年后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该处正式割让给俄国。后来的苏俄政府曾经打算归还，但是没有执行。俄罗斯在占领海参崴之后，筑成建港，并将其命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这里逐渐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港口。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依然习惯将这里称呼为海参崴，在中国版本的地图里面也会特意标注出来这个名字。海参崴是东北亚的天然良港，港底没有暗礁，可以停泊万吨的巨轮。海参崴的彼得大堤湾至今仍然驻扎着俄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是他们威慑日本和锁住东北的战略资本。从地图上看，沙俄当年抢走海参崴，绝不只是为了一个港口，而是为了进一步的蚕食和吞并我们的东北。从历史上面看，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如今，沙俄和满清都已成为历史。海参崴目前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从2023年开始，俄罗斯向中国开放了海参崴港口，用作中国内贸货物跨境运输的中转口岸。这对于我国东北地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时隔163年，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又再次拥有了出海口。这种就是传说中的不动港吗？山的一面全部都冰封了，然后山的阳面就是完全一点冰也没有，太神奇了。海参崴，崴脚的崴，非常容易理解，这是一座盛产海鲜的城市。
这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直接吃到鲜活帝王蟹的城市，而且帝王蟹一般只有在秋冬季节才可以捕到，所以如果是在冬天来到海参崴，帝王蟹是必吃的。我和搭子在 Yandex Map 上找了一家附近的小酒馆吃海鲜，点了一个海鲜炒饭和清蒸帝王蟹。海参崴的帝王蟹相对于国内价格要便宜很多，毕竟这里是原产地。我们在店里吃的这一只是3700卢布每千克，折合人民币大概140块钱一斤。国内同样鲜活的帝王蟹价格大概在450块钱一斤左右，所以在海参崴吃帝王蟹的价格只相当于国内的1/3，而且更新鲜。哦，好肥啊！可以。哇塞，带劲！哦，好香啊！隔着屏幕能不能闻到这个香味儿？在俄罗斯的东部，库页岛和勘察加半岛中间的这片海域叫做鄂霍次克海，中国古称这里为北海。这是一片物产极其丰富的水域，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和石油天然气，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捕鱼的冷水海域之一。在鄂霍次克海的所有海洋生物中，帝王蟹无疑是最具备经济价值的。依托于这片海域的存在，俄罗斯目前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帝王蟹出口国。2022年，俄罗斯的帝王蟹捕捞配额占到全球总量的94%，依靠帝王蟹，每年可以给俄罗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给服务生多留了一些小费，他们这边不会把小费直接放在账单里面，而是在结账的时候给你一个杯子，放上小哥的名片，然后你觉得应该给多少你就给多少。看这里，海水的冰面上挖了一个游泳池，里面还有人正在游泳。我去，真牛！不愧是战斗民族。好了，手。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鸽子都好肥呀、不知道俄罗斯人吃不吃鸽子汤？在海参崴的第二天，我来到了海参崴要塞博物馆。从1860年沙皇俄国占领海参崴之后，这里就一直被作为一个军事要塞来进行建设。作为沙俄和苏联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一度曾经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海岸堡垒之一，并在先后的日俄战争和美苏对峙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参崴仍然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海参崴地处中日俄朝四国之间，战略位置非常明显。一旦发生战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可以在40分钟之内封锁朝鲜海峡，对于驻扎在韩国和日本的美军可以构成直接的威胁。同时，俄罗斯在海参崴设立了大型的雷达监测站，可以监视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动向，收集军事情报。可以说，海参崴是俄罗斯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门户，没有之一。当年整个远东沿海这一块，俄罗斯建设了各种炮台在这个地方，俄国当年就靠这些炮台来建立起了它在远东的战略威慑力。在旧版本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对于18到19世纪中国历史的描述：欧洲人急于利用中国的混乱状态。1857到1860年，英国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获得了中国内部的通商权。俄罗斯占领了远东阿穆尔地区，法国占领了中国附属国越南的一部分，日本获得了一些岛屿。清廷在英法部队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这样的描述基本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俄罗斯最新版本的课本中已经删除了这样的描述。他们认为对远东的阿穆尔地区使用掠夺、侵占这样的描述不合适，但是使用其他的描述好像又不准确，所以干脆直接删除了这段话。这样的操作无疑是在刻意淡化这段历史，隐瞒历史的真相。带一块海参崴海边的石头回去，这上面算是中华故土吧。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打车前往托卡列夫斯基灯塔。
托卡列夫斯基灯塔位置在海参崴港口的入口处，所有进出海参崴港口的船只都会经过这里。它就像一个守卫一样，为来往的船只保驾护航。它是远东最孤独的灯塔，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在这部电影的结尾，七月一个人走向这座灯塔，仿佛走向了世界的尽头。接下来有一段漫长的旅程将要从这里开始，从今天开始，从这片海开始。我将要用2个月的时间以这里为起点，沿途只会乘坐火车和大巴，穿越11个国家，横跨16000公里，到达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尽头罗卡角。为什么要踏上这段旅程呢？我觉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有很好的讲述，这是一个关于安稳和自由的选择。七月与安生是2个人的名字，这2个人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和生活。七月性格沉稳，为了保持安稳的生活，他什么都可以忍受，无聊的工作，压抑的感情，变心的男友，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这些隐忍逐渐让他的心里越来越疲惫，他好想像安生一样放下一切，更自由洒脱的生活。安生比较叛逆，3分钟热度，什么东西时间久了他都会想要逃离。工作、家庭、感情和未来，这些对于安生来讲好像都不重要，只要当下活得自在开心就好。可是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他也会感到倦怠，他也好想像七月一样有个温暖的家可以依靠。看电影的时候，我脑海里的七月与安生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就像是住在同一个身体里的2个灵魂，一方面想要拥有自我，但是另一方面又放不下现实生活的各种羁绊，想要安稳踏实的生活，但是又渴望独立和自由。这种复杂和矛盾的状态，才是我们每一个最真实的普通人。你现在到哪里了？我这边还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两家父母催着商量未来的计划。我和佳明打算26岁结婚，27岁生小孩，30岁买房子。怎么活才能跟别人不一样？想不出答案，有点沮丧。小说里说的对，你扶一下啊！大部分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我不再想忍受他们。问候佳明。自由和安稳，这好像是当下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必须要面对的2选1问题。自由就像我们面前的这片海洋，一望无际，充满新奇，它属于每一个爱冒险的、渴望追逐的灵魂。而安稳恰恰是眼下的这座灯塔，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守护着每一条归家的船只，给予我们最原始的温暖和安宁。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围墙里的狗有归宿，终身都得低头。人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这一次，我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出发吧，就现在！